距离是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存在。当你与你所爱的人事物被距离分隔两地的时候，那种思念啊、渴望啊，还有痛苦啊，将会非常的强烈，任何的语言都无法描述。哎呀，有谈过远距离恋爱的人应该都能够体会这种感觉。但是你能够想象这种感觉居然可以用音乐描绘出来吗？今天我们就来听听一位被遗忘的天才所创作的歌曲，也就是康果尔德的《月亮你又升起了》。我们将会在这首歌里面感受到距离所带来的悲伤。在这部影片里面，你听到的音乐是由我在英国皇家音乐院的钢琴家同学 Benjamin Mead 授权让我使用他与声乐家 Valery Eickhoff 合作演出的录影。如果你喜欢他们的演出的话，也欢迎去看看他们的个人频道哦。这首歌的作曲家康果尔德是一个很少人知道，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位天才。他对声音有着非常丰富的想象力，就像是个音乐色彩的魔术师。在他的手中总是能够变出千变万化、超乎想象的声响效果。这首《月亮你又升起了》就是一首声响效果非常神奇的歌曲，但它不只是声响效果神奇，它的意境更是美得让人屏息。这首歌是他作品编号14的歌曲集《道别之歌》里面的第3首，歌词是取自于洛塔尔的诗，他的诗词分为2大段，内容是这样子的。简单来说，它是借由天空中的月亮来描绘一个因为与思念之人分隔两地而受苦的心灵。明明抬头起来就能看到同一个月亮，但是2个人却无法见到彼此，这是何等的悲伤啊！像这样子残酷的距离，在音乐中要如何描绘出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一开头钢琴弹奏的音符。这里的这个主旋律听起来非常的别扭，它一开头的音符是升搜、拉跟升搜，你应该也注意到了，升搜跟拉这2个音之间本来其实只有差一个半音而已。在钢琴上面就是一个黑键跟白键的距离，是所有音程之中最近的距离。但是作曲家康果尔德却故意让这个比较高音的拉往下挪了低8度。结果这个低8度的拉就跟原本的升搜形成了一个遥远的大7度音程。你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吗？就是你跟我本来明明只有差半音，但是你却低了8度，所以我们变得很遥远。像这种距离遥远的音程距离，不只符合了歌词中的意境，在听觉上也非常的特别。你可以试试看用唱的唱唱看这个音程嗦啦嗦，你会觉得它非常的难唱，所以听起来就会有一种很纠结、很丰富的感情。而且它不只是出现在这个开头，在这之后的整首歌的旋律里面，几乎无时无刻都存在着这样子遥远的音程。康果尔德就利用它们，巧妙地描绘出了那种因为距离而产生的痛苦。你可以看到他在乐谱上面标示出了一些像是面条一样的记号，就是要演唱者用滑音的方式划过这些遥远的音程。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的开头，请你仔细地感受一下这些遥远的音程所产生的情感。在下一句歌词里面产生了更浓郁的情感，原本的旋律是长这样子的，但是康果尔德这次让这里的拉这个音往上再升高一个半音，变成了升拉，让它跟下面那个音产生了更遥远的距离。
同时也产生了一个神奇的音响效果。在这里，歌词不断的重复说着“教导我，教导我”，情绪也随之变得非常的浓烈。在一阵激情之后，再度回到了一开始的情绪。突然之间，当歌词唱到这悲伤 this light 这2个字的时候，音乐从原本的E大调突然转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调性去了。应该是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调，只觉得突然脚底好像踩不到地板，身体飘了起来一样，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最后，当他的歌词唱完了分离这个字之后，我们的脚才终于踩到了地板。而这时，我们也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降E大调。这个降E大调跟原本的E大调比起来，虽然只是低了一个半音，但是在调性的世界里，一个半音的距离就是最遥远的距离。因为如果你在5度圈上面看看相隔半音的2个调，它们几乎就是在对角线上的位置。如果对这里的乐理比较听不懂，那也没关系，你只要知道相隔半音的2个调，它们听起来会像是2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样子就好了。康果尔德用这样子调性的转换，让我们仿佛走进了任意门，瞬间来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那个思念之人所在的那个遥远的地方。我们再来完整听一次这整段神奇的和声转折。首先，它从E大调开始，接着他跑到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调，接着来到降E大调的世界。接着，在歌词的第2大段，他就经历了一个反方向的过程。先从这个遥远彼方的降E大调上开始，经过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调的段落之后，最后再回到E大调。我们继续听下去。他先从降E大调开始。遥远的7度音程不断的反复，接着，当歌词唱到必须分离的心的时候，我们再一次飘起来，不知道在什么调上。
最后，当他释怀的时候，我们也回到了原本的世界，E大调。回到了E大调之后，这首歌也没有因此就圆满的结束，因为歌词的最后所说的“分离的心将无止境的燃烧”，因此那两个从一开始就相隔遥远的两个音，升嗦以及拉，这两个音所延伸出来的这两个和弦，这个和弦跟这个和弦就同时存在着。但它们却像是在两个平行时空，始终无法交汇，直到这首歌结束，直到永远。这首歌用两个三和弦并行的方式结束，真的非常的特别。即使是在各种前卫主义盛行的20世纪，也非常的少见。这可以说是这部作品里面的一个神来之笔。我觉得这位作曲家康古尔德真的是一位非常非常天才的作曲家，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认识他的人真的非常的少，所以我推荐大家多多去听听他的作品，真的是太精彩了。特别是他的钢琴五重奏编号15，因为这首钢琴五重奏的第2乐章就是引用了《月亮你又升起了》这首歌的旋律作为主题，开展出了一系列的变奏，非常非常的精彩。里面有很多细致的音响效果，听了会让你有一种漂浮在宇宙之中的感觉。正好今年的3月19号，在台北国家音乐厅就有6位杰出的年轻世代音乐家要来演出这首钢琴五重奏，他们是钢琴家汪逸文、小提琴家魏静怡、陈景阳、中提琴家蔡世贤，还有同样也是 YouTuber 的大提琴家 Cello Coco 柯荣轩，相信大家应该都对他们不陌生吧。我自己也身为一位钢琴家，因为实在是太喜欢康古尔德的这首曲子了，我真的很希望也能上台演出，但是无奈这次的音乐会根本就没有我的份。所以下集的影片中，我将会亲自去拜访这次演出的钢琴家汪逸文。我要看这个机会能不能趁机把它给做掉，这样子的话，说不定就能换我上场了哟。我当时害怕极了。